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美国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 （Digital Asset Market Clarity Act） 对美国加密行业的三大利好。第一，如果 Clarity 法案得到通过，正式成为立法的话，它会更清晰地划分美国证监会，也就是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（SEC） 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，也就是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（CFTC） 在数字资产领域的监管分工。简单来说，SEC 将主要负责一级市场的代币发行，也就是 Primary Market Token Issuance。因为很多代币发行行为都会产生投资合同 （investment contract），而这种安排在美国证券法下属于一种证券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一级市场进行代币发行时，一般需要遵守证券法，并且需要向投资者进行信息披露。所以，从本质上看，一个加密项目的融资和代币发行阶段仍然是由证券法逻辑所主导。而美国的 CFTC 将主要负责代币的二级市场交易，也就是 Secondary Market Trading。具体来说 ，CFTC 将通过监管数字商品交易所 （Digital Commodity Exchange）、数字商品经纪商和做市商等中介机构来维护二级市场的秩序。美国 SEC 和 CFTC 的监管分工非常重要，因为在现有的美国法律框架下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究竟由哪个监管机构来监管，以及如何监管，一直存在不确定性。而且，由于 SEC 和 CFTC 执行的法律和监管方式差异很大，这种不确定性给市场参与者带来了不必要的合规风险。Clarity 法案对美国加密行业的第二大利好，就是它明确规定，绝大部分代币本身并不是证券。正如美国证监会主席 Paul Atkins 所说的 ，Most crypto assets are not securities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代币本身不是证券，并不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就可以完全忽视美国的证券法。原因在于 Clarity Act 同时明确规定，在代币发行过程中，往往会产生投资合同 （investment contract） 这种经济安排，而投资合同在美国证券法下属于一种证券。因此，在代币发行阶段，发行人仍然需要遵守证券法的相关要求。不过，在这方面 ，Clarity 法案也为加密行业提供了一条更可行的合规融资路径。具体来说，在新的法律框架下，加密项目方并不需要在 SEC 那里进行证券注册 （Securities Registration），而是可以依赖一项专门为加密项目而设计的证券注册豁免 （Securities Registration Exemption）。依靠这一豁免，初创项目可以在4年期间内通过代币发行，最多从美国投资者那里募集2亿美元的资金。由于这是一项证券注册豁免，项目方也不需要准备招股说明书 （prospectus） 或者3年的审计财务报告拿到 SEC 那里进行证券注册。项目方只需要满足一些为加密项目量身定制的信息披露要求，包括核心团队情况、区块链技术、代币机制等内容。这个豁免将大大提升加密项目在美国本土进行合法融资的可行性。Clarity 法案的第三大利好在于，它将很多对加密行业更友好的原则和政策正式写入立法。这样一来，这些原则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未来政府推翻，从而大幅提高美国法律和监管环境的稳定性。目前，美国现届政府整体上对加密行业还是相对友好的，也采取了不少积极的措施，包括主动撤回诉讼，以及通过监管指引来提供一定程度的监管确定性。但需要指出的是，这些措施本质上仍然属于行政层面的政策，而不是真正的法律。如果未来新一届政府对加密行业不是那么友好的话，这些政策很有可能被撤回，甚至被彻底推翻。因此，将这些核心原则上升为正式的立法非常重要。一旦写入法律，它们就具备更强的稳定性，不会随着政治周期而波动，从而为整个加密行业提供一个更长期可靠的制度环境。那么，以上就是 Clarity 法案对美国加密行业的3大利好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法律的顺利通过。